空姐脱下高跟鞋，放进乘客的咖啡里均匀搅拌，随后淡定地端给乘客。不料女人早有察觉，一把将咖啡打倒在地，滚烫的咖啡烫得阿美的小手通红，但她却敢怒不敢言，只因女人是泰国高高在上的王妃。由于刚和王子分手，她便将心中所有的怨气全部撒在了阿美身上，一上飞机就点名要阿美服务，不仅把咖啡故意撒在了阿美身上，还说了一些极具侮辱性的话。到了午餐时，王妃又开始找茬了，表示自己平时大鱼大肉吃习惯了，要尝一尝阿美的那份。无奈之下，阿美只能照做。知道王妃对海鲜过敏，阿美便将饭菜里的虾子一一挑了出来。然而还没吃几口，王妃就中招了。她顾不上责骂阿美，就急忙跑到卫生间呕吐不止。阿美一人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她在座位上看到了几张照片，上面竟然是自己和王子的亲密合照。阿美心中隐隐感到不安，急忙起身就要离去，结果一转头就看到王妃正死盯着自己，仿佛就像是要吃了阿美。阿美心中不由得一紧，赶紧避开对方的死亡凝视离开了。不久之后，王妃就因重度过敏被送往了医院，可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天，新闻上就发布王妃已经死亡的消息。眼下要赶紧将王妃的尸体运回国，而乘坐的飞机刚好就是阿美所在的航班。只见4个西装男将王妃的尸体运进机舱，她全身被缠满了白布，并用安全带固定在了座位上。阿美被指定负责连夜看守。飞机刚升空不久，就遇到了强对流发生剧烈的颠簸，王妃的尸体猛然倒地，下一秒竟直接朝着阿美的方向滑了过来。阿美吓得急忙解开安全带，躲到了角落里。等到飞机平稳之后，阿美壮着胆子将王妃的尸体绑回到了座位上。一番折腾下来，阿美身心都早已疲惫，没一会儿就靠在座位上睡着了。然而就在醒来时，恐怖的一幕出现了。阿美猛地从梦中醒来，好在只是一场噩梦，可这场梦也太过真实，阿美被吓坏了。她急忙走进休息室喝杯水，准备压压惊。可就在这时，走廊的另一头突然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阿美壮着胆子跟了过去，结果却发现原本还在座位上的王妃遗体此刻居然消失不见了。阿美察觉到不对劲，赶忙给机长打去电话告知情况，可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要没事找事。无奈阿美只能先挂断电话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厕所里突然传来了剧烈的咳嗽声，可怜的阿美又一次壮着胆子走了过去，猛地推开门，结果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就在阿美还很疑惑时，飞机再次开始剧烈颠簸，厕所门瞬间被关闭，灯光也全部暗了下来。阿美想要逃出去，可房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熟悉的咳嗽声又响起了。眼看着阿飘离自己越来越近，阿美开始发了疯似的拍打厕所门，好在最后关头终于成功逃了出去。可王妃的身影就站在不远处缓缓逼近，下一秒阿美精神彻底崩溃了，竟拿起消防锤猛地砸向玻璃想要逃走。好在机长及时赶来将他阻止，为了避免这种作死的行为再次发生，机长只好把他绑在了椅子上，而王妃的尸体刚好就坐在对面。阿美被吓得放声尖叫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饶自己一命。可就在这时，那该死的咳嗽声再次响起，紧接着王妃的尸体竟然动了，只见裹布缓缓脱落，下一秒飞机降落后，机长带着机组人员到后舱检查，却看到阿美双手合十，以一种极其痛苦的姿势跪拜在王妃脚下。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个故事，中间人。3个男人在野外露营，可姿势却摆成了诡异的三角形，时不时还能闻到对方脚丫子的味道。你以为他们是脑子不正常，但其实他们压根就不敢直着身子睡，因为就在几天前，他们还是4个人。当时几人闲着没事讲起了鬼故事，中间的胡子哥说在野外露营时千万不要躺在最边上睡，因为到了晚上阿飘都会找最边上的人下手。听到这里，一旁的圣仔打趣道，要是自己变成了鬼，头一个要找的就是睡在最中间的那个人。一片欢声笑语之后，几人兴高采烈的划船游玩，可没想到刚划出去不久就遇上了急流，4个人全部掉进了河里。3个水性好的赶紧游回了岸上，可怜的圣仔就没那么好运了，由于水性不通，不幸被大水冲走。几人焦急的围着岸边寻找，但终归还是无功而返。到了晚上，3人正准备睡觉，可一想起白天圣仔所讲的话，谁也不敢睡在中间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摆出了一个三角的形状，虽然脚气逼人，但也不失为上策。到了半夜，帐篷外传来动静，3人听到声响赶紧爬了起来，出来一看，发现来人竟然是圣仔。但此时的他浑身是水，脸色苍白，任凭好友如何询问，都始终一言不发。几人将圣仔扶进帐篷后，就急匆匆的来到了外面。他们猜测圣仔已经死了，此刻回来的是他的灵魂。说到这里，眼镜男突感内急，就在要去河边方便时，帐篷里的圣仔突然走了出来，嘴上还说着要跟他一起去。眼镜男无可奈何，只能壮着胆
胆子小心翼翼跟在后面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盛仔的背后不停地淌着水，眼镜男顿时紧张不已，好不容易来到河边，就在迫不及待想要方便时，结果却看到盛仔的尸体从水里冒了出来。眼镜男被吓坏了，那自己旁边这个人又是谁？眼镜男以最快的速度跑回营地，将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给了其他两人。就在大家紧张地看向外面时，一回头，盛仔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，三人被吓得撒腿就跑。路上的眼镜男被树枝绊倒在地，眼镜也掉在了地上。迷糊间，一个人影来到身前，眼镜男定睛一看，没想到是盛仔追了过来，他被吓得慌忙逃命，刚好遇上了另外两人。大家一路来到河边，就在想要划船逃走时，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具尸体，几人被吓得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盛仔的鬼魂出现在了河对面，眼镜男见状一把捡起水中的尸体，想告诉另外两人盛仔已经死了。可这时伙伴们却面露惊恐地指向水里，眼镜男低头一看，彻底吓傻了，手里提的尸体竟然是他自己。接着他们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两具尸体，没错，正是另外的两人，原来他们都已经死了，后面的一切只不过是三人对生前的幻想罢了。接下来我们讲第3个恐怖故事，回音短讯。寂寞女孩车祸断腿后无法出门，心痒难耐的她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排解寂寞。这天，一个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，对方说我想认识你。小美起初并没有在意，可没过一会儿手机再次响起，对方说只是聊聊而已。小美本就寂寞，于是便试探性的跟对方聊了起来，结果两人情趣相投，这一聊竟然就是整整1晚。第二天醒来，小美依然还沉浸在昨晚的美好时光里，于是忍不住拨通了对方的手机号码，可不料电话竟是无法接通。小美郁闷不已，直到晚上，她终于等来了对方的短信回复，对方声称自己已经有100天没有出过门了。看到这里，小美不禁嘴角上扬，因为今天正好是她摔断腿的100天纪念日。这下两人可谓是同病相怜，又多了许多共同话题。聊到深处，两人愈发起劲，开始提出互换照片。小美仔细整理了一下仪容，随即发了一张自拍照过去。可当她看到对方发来的自拍照时，顿时傻眼了，竟然是自己刚刚拍的那张。小美还以为是在故意戏耍自己，可谁知对方却说自己就在照片里。小美感到有点害怕，仔细环顾四周，却并未发现有何异常。为了弄清楚对方的身份，小美便开始在网上查询对方的手机号码，结果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新闻上显示100天前有个男人自杀身亡，家里人担心他在阴间寂寞，于是就在棺材里放了一部手机。看到这里，小美内心顿时一阵紧张，难道说跟自己聊天的网友是个阿飘？她拿起手机认真地查看那张照片，手机摔到床底下，即便是费尽力气也完全够不着，于是他打算拿个工具试试，结果一转身就看到手机已经来到了面前。小美被吓傻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小美壮着胆子查看，上面显示着你在害怕什么。小美吓得急忙将手机关机，然而下一秒手机竟自动开机了。这时又收到一条短信，对方威胁她不准关机，并说自己现在就过来找她，还说已经到楼下了。小美立马拖着病腿来到阳台查看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这时对方发来短信说自己已经上楼了。小美透过猫眼看到楼道里的灯光开始由远及近熄灭，吓得她立刻将房门锁死。可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的灯光突然熄灭，一眼看去伸手不见五指。小美颤抖着打开手机照明，整个人已经被吓得失声痛哭。这时对方又发来一条短信，说我已经在你房间里了。可怜的小美断腿又断命，就这样草草领了盒饭。这时一辆灵车从她身旁经过，上面的男人竟然是她的前男友。100天前，男人因无法接受小美提出分手，极度悲伤之下，竟直接冲到马路中央，当场被行驶而来的出租车撞死。而小美当时刚好就坐在车上，目睹了男友的死亡。看到这里，我只能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死了都要爱。这下两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终于又可以相聚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